新剧《监察》火热开播，讲述韩国顶尖建筑公司的故事。监察室的任务是清理公司内的腐败，以肃清贪腐为背景，冷酷的监察组长与热血新人的故事，他们的左冲右突让人目不暇接。一部深入职场的调查剧，剧情从这里开始展开。梨园 GU 建设的监察组长，当下属们都以为会由一名老员工接任，没想到却空降了一名新组长。这位冷酷上司来势汹汹，他上任的第一天就直言不讳批评员工的懒散。领导还没介绍完同事，他就冷冷打断。看来他对每个人都提前做了调查，毫无寒暄，直接开展工作。这位冷酷又嚣张的上司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虽然公司设有监察室多年，但从未真正发挥作用，导致贪污腐败肆无忌惮，频繁的事故，公司遭受重大损失。我们的男主一个天生的反腐斗士，对腐败绝不容忍。他个人能力非常强，只要他认为你有问题，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财务经理被揭露私吞2000万，面对质疑，他还试图辩解，甚至动用感情牌。他不知道，男主早已将他的底细调查清楚。这位监察能手让所有贪官恐惧，他主动应聘来 GU 建设，成为众多贪官的噩梦，让那些收回扣的人感到恐怖。面试最后并不愉快地结束了，但年轻的会长已经决心，他需要这种冷酷无情的打手来帮他清理公司的障碍。GU 建筑不久前发生了严重的塔吊安全事故，监察室仅凭文件就定性为自然灾害，没有人为此负责。凭借丰富的经验，申组长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决定重新调查塔吊事故。调查的关键点是现场负责人裴所长。听后，俊秀非常激动，因为不久前裴所长还送了他一双新皮鞋。作为前辈和同事，所长不仅请他吃饭，还特别照顾他们，这让申组长对他的专业性产生怀疑。到了工地却没找到人，申组长不顾阻拦，强行搜查所长的抽屉。他确信关键证据一定在电脑里。俊秀还在为所长辩护，但所长突然抢走电脑就跑，显然心里有鬼。两人追到了顶楼，申组长只问了一个问题，就击破了对方的心理防线。所长怎么也不愿交出电脑，两人对峙，他不幸从3楼摔下。看着上司冷酷的表情，俊秀非常愤怒。幸亏所长没什么大碍，但申组长不打算就此放过他。同时，徐专务也接到了这个消息，他一通电话就把人叫来痛骂一顿，还硬逼着他交出电脑。可身为组长的他，面对暴怒的上司丝毫不怕。新官上任3把火呀！申组长刚到职第一天，大家都加班到了半夜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抱怨，只有淑珍很赞同这位领导的方式。俊秀向他抱怨，觉得男人对徐所长太过分了。淑珍不但没安慰他，反而泼他一身冷水，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，思考自己是不是太情绪化了。直到他回家看到徐所长送的皮鞋，回想和他的种种往来，他实在不相信这人会做出不正当的事。同时，徐专务的跟班也在活动，试图拉拢监察部的老员工，利用同事间的好感，说服俊秀帮忙偷电脑，目的是要把申组长赶出公司。单纯的俊秀竟然答应了。申组长带他去取修好的电脑，他看到了里面的采购单，这证实了他的猜测，原来有人在吃回扣，买了质量有问题的塔吊，这才导致了安全事故。这让他想起了童年的痛苦回忆。原来当年孙组长一家就是因为豆腐渣工程被埋，他的父亲为了救他牺牲了。从此他对建筑行业的内部腐败深恶痛绝，他决定走上监察之路。俊秀面对冷酷的上司，还是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疑惑。申组长对他解释说，监察不仅仅依赖文件，要从人入手，这样才能揪出损害公司的内鬼。他明白重感情的俊秀做不到这一点，但新手俊秀坚持自己的原则。他觉得组长的处理方式太冷酷。为了深入调查，他们联系了给 GU 建设提供塔吊机的供应商。起初对方还在找借口，但看到采购单就傻眼了。组长把俊秀叫出去单独询问，俊秀记起前辈的叮嘱，不甘就此放弃，爬上窗户偷听。窗户里的一幕让单纯的他长了见识，没想到事故背后隐藏这么大的秘密。徐专务很快接到了消息，为了根除后患，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安排了打手拦截组长的车。面对凶猛的暴徒，俊秀顿时手足无措，组长却看似习以为常，拿出事先准备的武器。尽管对方人多势众，但组长的装备大有帮助。就在快要结束时，突然有人从背后打了他一棍。他们醒来时不意外地发现，关键的证据电脑已被偷走。组长怒火中烧，不难猜到是徐专务的手笔。他也不顾及职位高低，直接找到对方，直言不讳地揭露对方的贪污行为。徐专务看似无动于衷，知道真相又如何？你有证据吗？何况他的靠山副会长即将回来。申组长和副会长的第一轮较量就充满了火药味。随着塔吊机事故的调查深入，申组长直指幕后黑手徐专务。老滑头因为有靠山，显得毫无畏惧。面对铁面无私的监察组长，
副会长干脆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并要求停止调查，还辩称事故会导致停工，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，自己是为了不耽误工期，才判定为自然原因。申组长坚定不移，是要追查到底。副会长很快显露出流氓本色，不仅辱骂他，还威胁要赶他走。申组长泰然处之，表示自己直接受会长领导，有什么问题让会长来说。副会长的愤怒如同对棉花出拳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他找到了担任会长的弟弟，试图说服他停止调查，理由竟是父亲生前曾默许这种内部回扣。会长仍旧不为所动。与此同时，关键人物裴所长突然逃离医院，调查一度陷入僵局。为了找到突破口，组长找到了当天的塔吊司机，本应从高空坠落，怎样都应该重伤，但司机只是腿部轻伤，这明显不合常理。组长很快判断司机在撒谎，直率的俊秀再次提出质疑。本质善良的他更愿意相信人性，他接受不了裴所长竟然是事故的幕后黑手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，他去了裴所长女儿的家，没想到连女儿都不知道所长住院的事，而且还拒绝联系女儿。这些事超出了俊秀的想象，他开始逐渐接受现实，申组长的所有怀疑都是正确的。想起组长之前问他是否拿走了装有关键证据的电脑，他感到更加自责。原来那天徐专务派人虽然把申组长打晕了，但俊秀机智的出手把歹徒电晕了，成功夺回了电脑。但他既没还给组长，也没给徐专务，而是自己偷偷藏了起来。可以说这孩子还是挺聪明的。拿到电脑后，他迅速破解了密码，电脑里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，竟然是徐专务私下签的阴阳合同，这正是导致事故的根本原因。天真的俊秀感觉像被重击了一下，他从未有过的清醒。正当他打算把电脑还给组长，却意外发生了。偷偷摸摸的他被副会长发现，电脑也被抢走了。他急忙向申组长报告情况，申组长马上飙车追过去，坚决要求交出电脑。眼睁睁看着电脑被扔进火堆，申组长感到绝望，他决心要改变现状，重回事故现场再次调查。意外发现了一些情况，监控里发现塔吊司机竟然换人了。他赶到医院进行了调查，结果正如他所猜测的那样，事故发生后，裴所长发现塔吊司机伤势严重，生命垂危。为了推脱责任，他依照徐专务的计划，找了一个密友冒充司机。为了让事情看起来更真实，他们竟然残忍地折断了那人的腿，真正的司机差点就被抛弃尸体。组长根据线索找到了河边，他确信裴所长已经处理了尸体。他准备报警，俊秀竭力阻止，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。他认为裴所长可能贪污，但不相信他会杀人。他们决定去对面的小诊所查一查，果然在那里找到了裴所长和事故司机。申组长义正言辞地要求所长自首，但他冷漠的话语触怒了所长。关键时刻，俊秀提到女儿感动了所长，成功劝他接受调查。一步错步步错，裴所长因贪欲成了徐专务的傀儡，不得不听从他的命令，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收集到了充足的证据，申组长直接在会长面前揭开真相。面对确凿的证据，副会长和徐专务互相推诿，试图用笑话来掩盖事实。但申组长不打算就此放弃，他决定对老滑头进行特别监察。这意味着在所有公司高层和员工面前接受严格的审查。徐专务怒火中烧，副会长想到多年的好友情谊，安慰他说会全力以赴帮他。俊秀听说组长要和副会长对抗，但他们缺少电脑里的关键证据，更感自责，终于鼓起勇气向组长道歉。监察大会按时召开，申组长详细说明了塔吊事故，然后话锋一转，揭露了徐专务收回扣的事，还请来塔吊供应商作证。没想到供应商突然反水，面对这突然的变故，申组长丝毫不慌，他早已调查清楚徐专务的背景，知道供货商是他的亲戚，让供货商作证是一个圈套。监察会议一时陷入僵局，副会长趁机发难，申组长却泰然自若，似乎在等待某个时刻。果不其然，俊秀带着证据赶到，他翻了整晚的垃圾桶，最终找到了裴所长的行车记录仪。记录仪里有他和徐专务的通话录音，录音一放，现场哗然，徐专务无法再辩解，副会长也束手无策。事情还没完，申组长是不留情面的监察者，在他面前没人能占便宜，副会长也得为毁电脑付出代价，不道歉就公开他销毁证据的监控。高高在上的副会长只能乖乖认输。第一轮较量到此结束，申组长继续保持他的全胜记录。不过我认为副会长只是表面风光的政治人士，表面正派的会长可能才是真正的大老板。监察部的淑珍竟是副会长的外甥女，副会长与会长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他出身不好，脾气暴躁，不太受长辈喜欢。期待后续的剧情反转。